女人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公公带着一群朋友在家里搓麻。看到二儿媳回来了，老爷子吩咐她中午饭多煮点，等吃完了，哥儿几个还要接着打。行。哎，严丽啊，把这空调温度调高点，这太凉了，这脖子梗子难受啊。二儿媳闻言，只能极不情愿地配合老爷子。老爷子的朋友看出来他不高兴了，可老爷子却让他们别管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这天严丽回到家找不着狗，就问老爷子有没有看见。老爷子说：“你那狗啊，它真不听话。早上我带它出门散步，它不跟着我走，一不留神它就没了。”严丽一听，顿时急坏了，问老爷子有没有去找啊？老爷子说：“不就一畜生啊，至于吗？这大热天的，总不能让我顶着太阳去找吧？”老爷子的蛮横无理让严丽再也忍不住。爸啊，这回如了您的愿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遛狗耽误您打麻将了吧？耽误您吹空调看电视了吧？这事儿没了，不正好吗？还能把省下来的钱接济您那宝贝小儿子。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您瞧谁顺眼呀？就这么条狗还招着您了？我这天天的好吃好喝伺候您，您那么拉那么大长脸给谁看呀？您要是不愿意住这儿，干嘛搬过来呀？老爷子一听，顿时炸了毛，不就是要赶我走吗？我这就走。您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好，这回我走了，我就不回来。您要真有那骨气，您就真甭回来。我们家不是旅馆。还有啊，中午饭您自己解决。你……严丽说完就摔门而去。等到晚上回来时，果真没看见老爷子的身影。老二正要问媳妇儿爸爸去哪儿了，老三就气冲冲地赶了过来。大哥，你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，你为了一条狗就把爸赶走了？这么热的天，爸愣是一个人抱着粗快的人走到我那儿。快到家的时候，人家我拥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把爸给赶走了？我没赶啊，我就是说了他两句，他可能一赌气就出去了呗。老二当着老三的面把老婆狠狠训斥了一顿，但他显然不是严厉的对手，没对上两句就被压了下来。老三警告二嫂不要太嚣张，要他现在就去给爸道歉，可严丽说什么也不去。我跟你说老三啊，你还别拿这态度跟我说话，谁家过日子没看马勺碰锅沿的呀？我不就说两句吗？怎么了？不行啊？你至于吗？还跑我们家来吵吵？你要是真有孝心，就应该把爸劝回来。你现在是干嘛呀？想让街坊邻居说我不好啊，说我不孝顺呀？你要是真这么干，我还真就不接了。你，二哥，你看，原来老爷子有3个儿子，母亲死后，3个儿子立下协议，约定每年5·1时轮流接父亲到家里住1年。这份协议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履行的好好的，直到这次轮到老二家时，却出幺蛾子了。老爷子不知道怎么了，脾气突然变得古怪起来。住进来的半年时间里，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踩在严厉的红线上。严厉忍无可忍，跟他大吵了一架。老爷子负气去了老三家里，如此一住就是1年半时间。恰逢最近5·1快到了，老大就合计着把父亲接过来住，却没想到媳妇雅娟又不乐意了。昨天我才跟你弟妹碰了面，她的气儿还没消呢，而且坚决反对接老爷子过去住。你现在把爸领回来可以，但万一明年5·1到了，你弟妹不来接走他，那你爸不是要赖在咱这2年不成啊？老大知道媳妇的算计，就决定到老二家里劝劝严厉，结果只是干听着严厉倒苦水，他自己一句话也没插上。不是严厉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大哥你先别说，就算到时候你们去老三家接了，轮到我了，也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。不是严厉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那轮流赡养，那咱都是填了协议的，不是？那10年都这么过来了，那总不能在你那儿就卡着，是吧？那也太自私了。大哥，这事儿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早不来解决，现在轮到你们家养了，你来解决问题了？你说咱俩谁自私啊？老大就这样灰头土脸回了家。雅娟见状上来数落他一番：“我早跟你说过了是吧？就你弟妹那张嘴，谁能说得过他呀？非没事自己找事儿，你还真以为你这个老大了不起呀？人家老二都管不了他媳妇，你掺和什么呀你？”过5·1就把爸接过来。你脑子没问题吧？你不知道老二媳妇不好惹呀？到时候你想送都送不走。送不走的，那是我爸，我乐意养他一辈子。你乐意？你好歹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。你什么意见呀？你不就嫌麻烦不想伺候吗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们兄弟3个人，凭什么就你一个人养他呀？
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行了，别跟我这假惺惺的。我做主，接。你敢？你接一试试。嘿，我们老魏这还让你们这帮老娘们说了算了，就接，不让接就离婚。还没等五一到，雅娟就冲到老三家里，准备把公公接走，却没想到公公竟死活不肯走。老大觉得是雅娟诚意不够，父亲怕住过来了会影响他们两人的感情，所以才不敢过来。于是夫妻俩合计着等五一过后，再态度诚恳、光明正大的去把父亲接过来，却没想到老爷子竟再次拒绝了，而且这次还放下狠话，就是老大一家为此离婚，他也不从老三家搬出去。这个意外打得雅娟措手不及，跟他有过节的是严厉，又不是自己，怎么老爷子也跟自己对上了啊？而就在这时，老三那边又传来坏消息，老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晕倒。兄弟三人难得齐聚在一起，却是守在父亲的病榻前。事已至此，严厉也郑重地跟公公道了歉，祈求他的原谅。雅娟想让公公现在就搬过去住，严厉却抢在前头，说要公公先去他那里，把之前的半年补回来。他要是还愿意住多久都没事。一时间，妯娌两人竟为此抢了起来。然而老爷子却再次向众人表态，老三这里虽然条件一般，但是有好多老邻居，我住这儿更自在。再说了，我还想快点给老三张了个对象，嘿嘿，老大不小的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我还想睡一会儿。老爷子说的合情合理，但雅娟却觉得这背后有猫腻。前几年大家轮流伺候都好好的，就算现在跟你有些摩擦，总不至于连我那儿也都不住了吧？严厉说这都是借口。老爷子心疼小儿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而且刚刚他偷偷瞄了老三屋里一眼，换了好多新家具呢。雅娟一听也猛地想起，老三家里多了台大彩电，怎么不得个大几千啊？严厉说老三没上班，这钱他哪里拿得出来啊？肯定是花的爸的养老金，也是他撺掇爸住他那里，这样他拿钱多方便啊。洞察缘由后，两人准备找老爷子问一下，却没想到刚到老三家门口，就看到老爷子又给他换了一个新的纱窗，一出手就是1200。撞破这件事后，妯娌两个立马找来老三跟他当面对质。严厉最为恼火，老三是从他手里接走老爷子的，他背后遭人指指点点，老三却在这儿当着好人还花着钱。我说老三啊，你二哥平时待你也不薄啊，我这当二嫂的也就是脾气急了点，可那好吃的好喝的哪回少了你了？你怎么能这么算计我呢？老三一听也急火了，爸是被你赶出去的，怎么变成我算计你了？再说了，爸那点退休金你们谁家没用过呀？大嫂，您家就没花过吗？我买块地毯就花500。是我们家也花过。老头偶尔给我们家买根冰棍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吵了啊！我给老三花的钱呐，都是我自愿的，他没逼着我掏啊。自愿？老三，你给爸灌什么迷魂汤了？爸怎么现在连实话都不说了呀？你给我走！我不走，今儿要说不清楚，我还就不走了。爸，您没事吧？事情闹开后，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开了个会。老大提议，接下来老爷子还是由兄弟仨轮流抚养。老三是花了爸一些钱，但是他也多照顾了半年，这就算扯平了。从下个月开始，爸就先到他那里住，以后每个月从养老金里拿出1000块来，住谁家就给谁家用。至于剩下的钱，就都是他自己的，谁都没权用。其余两家对此都没什么意见，但是老爷子却又不乐意了。我的养老金，凭什么你们做决定啊？爸，你别说话，爸，这1000咱花不了，我们还还您呢，成不成？这账啊，算清楚了公平。咱们兄弟几个以后省得再为这钱闹矛盾了。老大说完，就从包里掏出一份协议，大家在上面签个字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能写，不能写，你们听我说一句啊！兄弟仨急忙将老爷子送到医院里，不料却从医生口中得知，老爷子肝癌晚期，时日不多了。严厉心里最过意不去，以为是他惹老爷子生气，才害他生了病。但是老爷子却反过来跟他道起歉来。原来这一切竟都是老爷子的计策，他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肝癌的事，
之所以不告诉兄弟几人，就是不想让他们在自己身上浪费钱。可一想到老三30好几了还没成家，他又闭不上眼。他账上的养老金总共就10万不到，如果分给3个儿子，每人也就3万多点。这笔钱对老大老二来说可有可无，但对老三来说却是远远不够。所以老爷子便有了私心，想把这些钱都给老三，让他先成个家，但又怕自己这样做一碗水端不平，走了之后让兄弟3人为了钱的事而吵架，于是便利用严厉急性子的脾气，故意惹他生气，让他赶走自己，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住进老三家里。而他也知道雅娟精于算计。雅娟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，会算计。老大跟你啊不吃亏，我就想了，严厉的不接，你肯定不接，我就在老三家住下，反正也没多少时候了。等老三给我养老送终了，我就可以有个理由，把钱都给老三了。老爷子的一番良苦用心，最终深深打动了兄弟几人。在老大老二的帮助下，老三顺利成了家，而老爷子也在家庭和睦中走完了他生命里最后一段路程。